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突尼斯兼具非洲、阿拉伯和地中海三重属性，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集中了海滩、沙漠、山林和古文明的国家之一。突尼斯最早的人类存在痕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宗教建筑就位于突尼斯境内的埃尔盖塔尔绿洲内。柏柏尔人是突尼斯的最早居民。柏柏尔是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该词在拉丁语中是野蛮人的变音。该民族的起源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柏柏尔人的祖先一支来自欧洲，一支来自撒哈拉。在公元前9世纪初，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腓尼基人在突尼斯沿海地带建立迦太基城。腓尼基人称呼自己为迦南人。据说，腓尼基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酱紫色的国度。腓尼基人强迫奴隶潜入海底采取海蚌，从中提取鲜艳而牢固的颜料，然后用紫红色染成花色的布匹运销地中海各国。腓尼基人以其在贸易、航海方面的卓越成就而闻名。他们在古典时期建立了一个持续1000多年的庞大海上贸易网络。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在现今突尼斯北部建立了迦太基殖民地。迦太基统治者从公元前6世纪起霸占柏柏尔人的土地，发展大地产农业。到公元前7世纪，迦太基发展成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迦太基全盛时，垄断了西地中海地区的海运贸易，是罗马帝国崛起过程中最强劲的对手。柏柏尔人在反抗迦太基的斗争中建立的努米底亚王国占据了突尼斯南部地区。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征战，罗马最终在公元前146年灭亡迦太基，并在其故地设置阿非利加行省。突尼斯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它被称为罗马的小麦粮仓。罗马人将土地分给柏柏尔人耕种，收取农作物作为地租。5世纪末，汪达尔人利用柏柏尔人对罗马帝国的反抗，趁机占领了突尼斯地区。这些汪达尔人在成为罗马帝国最富饶的行省的领袖后，被突尼斯的甜蜜生活迷住了。由于减少了对军事方面的支出，当地罗马化的柏柏尔人逐渐构成了汪达尔军队的主力。在统治突尼斯地区近1个世纪后，汪达尔人在公元533年12月的特里卡梅隆战役中被东罗马帝国军队击败。尽管柏柏尔人奋起抵抗，拜占庭人还是恢复了奴隶制，并对该地区施以重税。这导致柏柏尔部落对拜占庭帝国更加敌视。到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经过3次远征，战胜了拜占庭人。在此期间，迦太基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突尼斯市附近的新港口，而活跃于地中海西部的穆斯林开始入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岸。与以前的侵略者不同，阿拉伯人并不满足于占领突尼斯沿海地区。745年，凯鲁万城失守后，突尼斯被并入了乌马亚王朝。由于大批阿拉伯移民进入，并同当地人融合，柏柏尔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采用阿拉伯语。公元8世纪，阿拔斯王朝取代乌马亚王朝后，突尼斯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因为阿拔斯王朝君主哈伦·拉希德将他在伊夫里基亚的权力委托给埃米尔·易卜拉欣一世，并授予后者世袭权力。尽管该地区仍然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宗主权，但在此后的1个世纪，突尼斯被称为艾格莱卜王朝时代。因艾格莱卜王朝定都于凯鲁万，阿拉伯著名将军阿穆尔·伊本·阿斯将凯鲁万描述为伊斯兰的永恒堡垒，该城由此成为伊斯兰4大圣地之一。到公元10世纪，在反对阿格拉布王朝统治的柏柏尔人的帮助下，突尼斯被伊斯兰教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统治。945年，巴努伊弗伦部落的阿布·亚兹德发动了柏柏尔人起义，他们试图驱逐法蒂玛王朝，但没有成功。在不放弃对伊夫里基亚宗主权的情况下，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伊兹·利迪尼拉委托齐里德王朝的创始人博洛吉纳·伊本·齐里以他的名义治理该省。此后，齐里德王朝逐渐摆脱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统治，获得了独立。从12世纪30年代起，突尼斯经常受到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的攻击。大约在同一时间，马格里布首次实现了政治统一。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日落之地，其疆界大体与现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相当。到13世纪，柏柏尔人的阿尔穆瓦希德王朝分裂为3个国家。
14至15世纪，马格里布各国间不断发生掠夺战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1535年，突尼斯沦为西班牙的藩属。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西班牙人任意侵占突尼斯人的土地，垄断贸易，排挤当地人的商业活动，强制信仰基督教的做法，激起了突尼斯人的强烈愤恨。土耳其人乘机向突尼斯扩张。1575年，奥斯曼帝国将突尼斯变为下辖的一个省。到1705年，奥斯曼帝国委任统治突尼斯的执政者侯赛因，在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的支持下，推翻了专横跋扈土耳其禁卫军的统治，在承认奥斯曼苏丹宗主权的条件下，突尼斯实现了独立。18世纪后期，因王位继承之争，侯赛因王朝力量削弱。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奥斯曼政府决定要加强对北非的统治。第二年，土耳其舰队企图恢复对突尼斯的直接统治，但遭到法国七月王朝的反对。1837年，法国派兵占领了突尼斯若干绿洲，其后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被迫撤兵。为了军队的建设，侯赛因王朝政府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作为突尼斯最大债权国，法国总理公开宣称，突尼斯在未建立新秩序之前，应该被看成资本的殖民地。1878年柏林会议上，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承认法国在突尼斯行动的自由。1881年5月12日，法国将军布列阿尔向突尼斯贝伊宣读了一个保护条约，限定5小时答复，突尼斯就这样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抗法国占领的斗争始于20世纪初。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受到现代民族主义影响的国家。1907年，伊斯兰共产委员会主席巴希尔·萨法尔创建了突尼斯青年党及宪政党前身，主张由突尼斯人自己管理国家。1914年至1921年，该国处于紧急状态，反殖民主义媒体被禁止。尽管如此，民族运动并没有停止。1934年，以哈比卜·布尔吉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组建新宪政党，他们还提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在与莱昂·布鲁姆政府进行的谈判失败后，1937年，突尼斯爆发了流血事件。1938年4月的起义遭到严厉镇压后，新宪政党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领导人把武装抵抗纳入民族解放战略。新宪政党于1950年拟定了内阁自治的纲领，殖民当局予以拒绝，并镇压工农运动。1954年，由萨拉赫·本·优素福领导的新宪政党组织民族解放军，以南部和中部为根据地曾开武装斗争。1955年，法国被迫给予突尼斯内政自治权。1956年3月20日，法国同突尼斯签订联合议定书，法国宣布废除1881年的巴尔杜条约，承认突尼斯独立。1957年7月25日，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决议废除国王，宣布成立突尼斯共和国，布尔吉巴任第一任总统。1959年2月8日，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军机轰炸了突尼斯城镇。1961年，在战争即将结束的背景下，突尼斯要求法国归还比塞大军事基地，随后的危机导致上千突尼斯人死亡。迫于压力，法国将该基地归还给了突尼斯。1963年3月，艾哈迈德·本·萨拉赫几乎将突尼斯经济全部国有化，受影响者大多数是法国和意大利国民，这两个国家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切断了经济援助。合作体系的失败导致萨拉赫的公共和政治活动的减少。1969年，布尔吉巴总统宣布解除萨拉赫的部长职务。此后，社会民主党自由派遭到清洗。1986年，突尼斯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7月8日，布尔吉巴任命技术专家拉希德·斯法尔为总理。1987年，拉希德·斯法尔接替马哈茂德·马萨迪担任了突尼斯众议院议长。同年10月，布尔吉巴任命公共安全部长本·阿里为突尼斯新任总理。本·阿里就任总理1个月后，他以布尔吉巴总统年事已高为由将其罢免。本·阿里上任后，改革突尼斯的经济体制，并积极招揽外资，更透过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与欧盟交好。在其任内，突尼斯的人均 GDP 从1986年的1201美元增至2008年的3786美元。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至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突尼斯排名非洲第一，
尽管经济数据亮眼，但突尼斯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让与欧元挂钩的突尼斯货币迪纳尔对美元大幅贬值约10%，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重创，导致2010年底突尼斯发生大规模骚乱。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人民抗议示威，迫使本·阿里离开突尼斯，流亡沙特。之后，突尼斯进入政治过渡期。2014年10月，突尼斯政治过渡结束，在其后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年近88岁的突尼斯呼声党主席埃塞卜西当选为突尼斯新任总统。2015年至2016年，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最主要旅游城市苏斯和南部城市本加尔丹先后4次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给突尼斯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2015年11月，埃塞卜西总统宣布突尼斯进入全国紧急状态。2019年7月25日，埃塞卜西总统因病逝世。10月17日，经过2轮投票，独立候选人赛义德当选为突尼斯新任总统。2022年7月25日，突尼斯将政体由半总统半议会制改为总统制。2025年1月30日，突尼斯政府发布公报说，总统赛义德当天决定将紧急状态延长至12月31日。